人为什么会中年秃头？大约60%的男性到50岁就基本上秃顶了，1/5的男人在30岁就秃了。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种叫做二氢睾酮的激素容易变得紊乱，使得头上的毛囊关闭，鼻孔和耳朵里的毛囊反而保留的较多。鼻毛耳毛肆意生长，所以阉割竟然是一种公认的治疗秃头的方法。而且最讽刺的是，头发在活人头上这么容易秃，在坟墓里却能保存几千年。对于秃头，最积极的看法大概是这样的：如果说我们身上必定要有某个部分向中年屈服，那么牺牲毛囊可以算是最明智之选。说到底，毕竟没有谁会死于秃头呀。接着我们来解释下中年秃头的原因吧。中年秃头也称为男性型秃头或女性型秃头，是一种常见的脱发症状，通常在中年时期开始显现。虽然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，但它的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素，包括遗传、激素、生活方式和环境等。在本文中，我们将详细探讨中年秃头的原因和机制，以帮助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。1、遗传因素。遗传因素在中年秃头的发病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中年秃头通常被称为男性型秃头 （androgenetic alopecia）， 它是遗传性的，主要与遗传因素有关。以下将详细探讨遗传因素如何影响中年秃头的发展。1.1 遗传模式。中年秃头的遗传模式是复杂的，它通常呈现为多因素遗传病及受多个基因的影响。这种遗传模式与单一基因遗传病不同，而是由多个基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。1.2 雄激素受体基因。遗传学研究已经确定了一些与中年秃头相关的基因，其中性激素受体基因如雄激素受体基因起着关键作用。这些基因编码了雄激素受体，特别是雄激素受体 alpha 和 beta。雄激素受体在发病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因为它们对雄激素的响应和信号传递起着关键作用。1.3 X 染色体遗传。男性型秃头通常与 X 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有关，这些标记可以由母亲传给儿子。这是为什么如果您的母亲的家族中有秃头的男性成员，您患中年秃头的风险可能较高。这些 X 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可能影响雄激素受体的活性和敏感度，从而导致毛囊的缩小和头发的脱落。1.4 多基因影响。中年秃头的发病机制不仅涉及雄激素受体基因和 X 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，还牵涉到其他多个基因。不同的基因可能会影响头发的生长周期、毛囊大小、激素敏感性和其他与脱发相关的生物学特征。1.5 遗传突变和多态性。在某些情况下，特定的遗传突变或多态性也可能增加患中年秃头的风险。这些变异可以影响头发生长的调控，导致头发的逐渐减少和变细。1.6 基因表达和调控。除了具体的基因，基因的表达和调控也在中年秃头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一些基因可能会过度表达或低度表达，从而导致头发的异常脱落和稀疏。1.7 性别差异。遗传因素对男性和女性的中年秃头可能存在一些性别差异。虽然男性和女性都受到雄激素的影响，但女性型秃头可能涉及不同的遗传因素和激素变化。1.8 多因素交互作用。最终，中年秃头是多因素的结果，包括基因、激素、年龄、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。这种多因素的影响，使得中年秃头的遗传学变得复杂，难以简单地归因于单一遗传因素。2、激素变化。2.1 雄激素、雄性激素。雄激素，尤其是睾酮，是男性型秃头的关键激素。在男性体内，睾酮是主要的雄激素，但女性也有少量的睾酮，
这些激素在两性中都起着重要作用。以下是睾酮如何与中年秃头相关联的详细解释。睾酮与雄激素受体，雄激素如睾酮与头皮上的雄激素受体结合，这些受体分布在头发毛囊周围的细胞上。当睾酮与这些受体结合时，它可以引发一系列生化反应，最终导致头发的萎缩和脱落。二氢睾酮 DHT， 一种与睾酮有关的代谢产物叫做二氢睾酮 DHT。DHT 是一种更活跃的雄激素，与雄激素受体结合后，对毛囊产生更强烈的影响。它可以引发炎症，促进毛囊的萎缩，并最终导致头发的脱落。毛囊敏感性，不是每个人的毛囊都对雄激素和 DHT 敏感，在某些人身上，毛囊对这些激素更敏感，容易受到它们的负面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患上中年秃头。激素失衡，雄激素的过量或不平衡也可能导致中年秃头。这种激素失衡可能与内分泌问题、药物副作用或其他健康问题相关。2.2 女性激素、雌性激素。女性型秃头与女性激素，如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变化相关。以下是女性激素如何与中年秃头相关联的详细解释。雌激素在女性体内起着重要作用，它们有助于维持头发生长周期的稳定性。然而，随着更年期的临近，女性激素水平开始下降，这可能会导致头发逐渐变薄和脱落。孕激素在怀孕期间水平上升，这通常有利于头发的生长。但在怀孕后，孕激素水平下降，可能会导致脱发。2.3 激素变化的周期性。激素变化通常是周期性的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年秃头可能在某些年龄段更为显著。男性和女性在青春期和更年期之间经历性激素水平的变化，这可能导致头发的脱落。2.4 多囊卵巢综合症 PCOS。多囊卵巢综合症 PCOS 是一种常见的妇女激素失调疾病，它可以导致雄激素水平升高。这一疾病与女性型秃头的发展有关，因为雄激素的增加可能导致头发脱落。2.5 甲状腺激素。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也可能对头发健康产生影响。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功能减退可能会导致脱发。3. 年龄因素。年龄因素在中年秃头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。中年秃头通常在年龄逐渐增长的过程中发展。3.1 头发生长周期。人的头发生长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，分为生长期、过渡期和休止期。这一周期通常是有规律的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头发的生长周期可能会发生变化。以下是有关头发生长周期如何随年龄变化的详细解释。生长期、安中期。头发生长的初始阶段，头发毛囊会持续生产新的头发，在年轻时，这一阶段可能较长。过渡期、卡托中期，头发从生长期进入过渡期，这个过程可能会在年龄增长时变得更短。在过渡期，头发停止生长，毛囊逐渐缩小。休止期、胎儿期。休止期是头发生长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休止期可能会更长，头发在这个阶段停止生长，毛囊继续缩小。这种年龄相关的改变可能导致头发变得更短、更细，并最终停止生长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年秃头更常见的原因之一。3.2 毛囊的老化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毛囊也会逐渐老化。老化的毛囊可能会变得不再对雄激素敏感，从而减慢头发的生长速度，使头发逐渐减少和变薄。3.3 激素变化。年龄与激素水平的变化相关，在男性中，睾酮水平通常在年龄逐渐增长时升高，这可能导致男性型秃头的发展。在女性中，更年期前后，女性激素、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下降，这可能与女性型秃头相关。
3.4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可能对头发健康产生更大的影响。不良的生活方式选择，暴露于污染物和紫外线辐射，不健康的饮食和应激可能加速头发的老化和脱落。3.5遗传因素。虽然年龄本身并不是中年秃头的直接原因，但遗传因素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表现出来。如果家族中有中年秃头的历史，您在年龄增长时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。4炎症和自身免疫因素。炎症和自身免疫因素也可能与秃头有关。某些自身免疫疾病，如斑秃 （Alopecia areata） 可能导致头发突然脱落。头皮上的炎症反应可以损害毛囊，影响头发的生长。炎症还可以激发自身免疫反应，导致毛囊受损。5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。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可以加速或诱发中年秃头。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因素。吸烟与脱发之间存在一定关联。研究表明，吸烟可能导致血管收缩，减少头皮的血流供应，影响头发生长。不良的饮食习惯和营养不良可能会加速脱发，特别是缺乏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如维生素 D、铁、锌和蛋白质。可能影响头发的生长和健康。应激，持续的精神压力和情绪问题可能会导致脱发。应激会释放压力激素，如皮质醇，可能干扰头发的生长周期。药物，一些药物，尤其是用于癌症治疗、抗抑郁药和抗高血压药，可能会引起脱发作为副作用。如果您担心药物可能导致脱发，应咨询医生。环境因素，暴露于有毒物质、污染和放射线等环境因素可能会损害头发的生长。此外，过度日晒和头皮受损也可能对脱发产生影响。6头发护理习惯。个人的头发护理习惯也可以影响秃头。频繁的使用紧身发型，如辫子或发卡，可能导致头发受到拉扯和损伤。使用过多的热工具，如吹风机和热夹，也可能对头发造成伤害。不适当的洗发和护发产品选择，以及频繁的染发和化学处理，也可能影响头发的健康。7其他医疗因素。中年秃头可能与其他医疗因素有关，如甲状腺问题、多囊卵巢综合症、PCOS、贫血和其他慢性健康问题。这些健康问题可能影响激素水平和头发生长。8头发生长周期。头发生长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，分为生长期、过渡期和休止期。中年秃头可能与头发生长周期中某些阶段的缩短有关，这会导致新生头发变得更短和细，最终停止生长。9荷尔蒙变化。性激素的变化在中年秃头中扮演重要角色。男性的睾酮水平在中年时逐渐升高，而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则下降。这些激素的变化可能导致毛囊变得敏感，并最终停止生长头发。10需要强调的是，中年秃头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，通常不会对健康产生严重影响，然而它可以对个体的自尊心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管理中年秃头。虽然中年秃头通常无法完全阻止，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缓或管理其进展。药物治疗。一些药物，如米诺德尔和医用激素疗法，可以帮助减缓脱发进程。头皮护理，使用温和的洗发产品，避免频繁使用热工具，以及定期按摩头皮，可以改善头发的健康。生活方式调整，保持健康的饮食，减少应激，戒烟，避免过度曝晒，可以减少脱发的风险。手术治疗，对于那些希望恢复头发的人，植发手术是一种选择。总之，中年秃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，其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素，包括遗传、激素、年龄、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。虽然它通常不会对健康产生严重影响，但它可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自尊心产生负面影响。
因此，了解中年秃头的原因和机制，并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，对于维护头发健康和自信心至关重要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